想想办法嘛，是吧？花点钱把这个事情一摆平。你说的真轻巧啊！不是，上面的关系那么硬，找人。你以为我没在找是吧？我大大小小找了个遍呀，人家所有人躲着我不见我。现在事情找这么大，谁愿意来趟这趟浑水？哎呀，好了，你们也不要讲了，好不好？老板是这样的，把我的那个钱给我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要去躲一下了。钱哪来的钱啊？大风吹来的钱是不是？现在工人两死三伤，每天躺在医院里花钱如流水啊！如果我抚恤金再不给高一点，他们到处去告啊！哎，你是不是嫌我头上的官司还不够多？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挣的这点钱，连这个窟窿都填不上。那你现在跟我讲这个还有什么用呢？事情已经出了，材料是经过我的手的，绘图的人也是我找的。现在好了，钱我拿不到，坐牢的还是我。那好了。那到时候警察找我的时候，我不晓得我会讲出什么。王八蛋，你去讲啊！你去讲！哎呀，要不要给你买个喇叭去讲？我告诉你，你这公司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，你死了都跟我没关系。老刘担的责任大，我分点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去！哎呀，坐下来，滚！这吵有什么用啊？不是在解决问题吗？想想这笔钱该怎么办？这样，除了工人的住院费、抚恤金，剩下的钱我给你3成。你儿子不是要上大学吗？你进去了，学费、生活费我来供。老刘，3成可以了。你想一想，你10年都不见得能挣这么多啊！你要是不答应也没关系，你随便去讲，你跟谁讲都可以，你也可以跑，警察迟早抓住你。你倒不如早一点自首，给老婆孩子留笔钱。你脑子仔细想一想，怎么样？衡量衡量吧。4成。4成，考虑4成。行，4成就4成。好，那就这么定。来，加点酒，咱碰一杯啊！来，老刘，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啊！来，我要回去想一下了。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比你还小！哎呀，过来，想一想，过来，我直接就把你弄死！哎呀，这王八蛋，他得想，你还要想？哎呀，想一想，不要冲动嘛，这是谈事情嘛，慢慢来。让他想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告诉你，他妈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啊！我怎么了？我要怎么了？怎么你给我钱了？别等了，找人了！我跟你说，滚！这人呢？刘长水是个王八蛋啊！他跟我狮子大开口，他要多少？他要1半，1半。他要1半，我们拿多少？他要总价的1半，赔偿金和抚慰金还要我们出。他疯了吧他？这个王八蛋这次咬死了，说不拿钱，就要把这件事情抖出来。这狗东西，我2刀子弄死他！不然干脆这样吧，你把那部分钱拿出来，我再补贴1成，反正钱没了，这件事情过去了，之后还可以做。我拿钱？我怎么拿钱？我公司还担着事情呢。你要想出你自己做，我1分钱都没有。徐建，你这个王八蛋现在倒是跟我硬气啊！你动动脑子，自己好好想一想，我有什么责任？我最多承担一个转包的责任，材料。施工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我凭什么替你们2个王八蛋拼事啊？你少跟我来这套！你要是没事，你干嘛愿意分这1半？你告诉我。徐毅，我告诉你，我们2个是堂兄弟，你要是把我甩了，我看你还能相信谁？行，怎么分钱之后再说。你现在去把刘长水先搞定。
后来我去刘长水家找他谈，他突然就变卦，5成他也不同意，还要外加1套房。那徐毅听了直接火冒三丈啊，马上要点他。刘长水听到风声之后，就把账本拿走躲起来了，没事就打电话骚扰他。你说你要不给钱，咱们就鱼死网破。那徐毅说一不做二不休，就告他携款潜逃。完事把钱藏起来，反正是现金嘛，谁也说不清楚是谁的。但是那个账本在刘长水那儿。结果刘长水无论如何都不肯交回账本，你跟徐毅就一起杀了刘长水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杀了刘长水。你不知道？你拍的这个照片是刘长水最后一次露面，从那天之后，他就彻底的人间蒸发了。那照片不是我拍的，那谁拍的？那是我从徐毅的那个房子偷出来的。那个秘密潜入徐毅住所的人，是你。你什么时候进去的？进去干什么？就是徐毅死了之后的第2天，我不是怕你们去查吗？就想找点东西。哎，进去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就在保险柜里找到了这个照片。你怎么知道保险柜的密码？我不知道密码，我有一个小兄弟，之前是干那个的，他就喜欢开保险柜。账本呢？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是我放进去的。你想的挺周密的哈。我想，要是没有账本呢，你们会按照那个线索继续查。要是保险柜里有这个账本呢，就把我撇清了。这账本和钱都到哪去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放在车子里被烧了吧。哦，原来你烧车是为了这个。车不是我烧的。那谁啊？陈林。不，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真的看到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今天过年吗？过来看一下。
新车，陈林为什么要烧他的车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去问他。陈，坐下。那我问你啊，在千禧年的那天晚上，你翻墙到徐玉家里干什么？偷账本啊！偷账本干什么？我去找徐玉要钱，徐玉说把钱都给刘长水了，但刘长水连个人影都看不到啊！我上哪去找啊？那找到账本了没有？没有啊！我刚翻进去，他们2个人就回来了，在那大吵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哦，后来我怕发现，我就溜了嘛。走到半路的时候，发现许毅的车子了。我就想啊，他平时这个人心思缜密啊，搞不好那个东西就在车里。我就找东西想撬车，但没等撬呢，陈玲就来了，一把火就把车子给烧了。我是刑警队，给我找了陈林。徐毅的车是不是你烧的？为什么不早说？马上给我到刑警队了。有什么你们就问吧，反正车是我烧的，我认。那你为什么要烧车？我恨他，你不是要跟他结婚吗？他不是真心的，他为了敷衍我先答应，其实他已经准备好要跑路了。你要是不签，那就等着看吧。那天徐毅本来答应我要跟南雅离婚的，可是2个人到了江边又吵起来，我怕有什么变故，想说还不如3个人好好说清楚。于是我就自己去了徐毅家。想离婚？你做梦吧！我就算下18层地狱，我也要带上你。我爸失踪了那么久，他把脏事全推到我爸头上，不就是仗这个有钱有势的爹吗？自己呢，照样开公司，喝酒，睡女人。我那天就是想看看通知书是不是真的，我没想干嘛。我不希望因为我影响了你的前途。关于你退休的时间，我一直很内疚。是我没有处理好跟你的关系，我愿意尽一切努力弥补你。全班最虚伪的人就是多，一天到晚不想学习的样子。背地里，邓都凯的本意。
是陈琳要找他的手，我就是帮他一把，反正我们的仇人都是同一个。老周不是那么走的。多少机会？不是千禧年吗？他们放的烟火，有我放的贵吗？有什么好庆祝的？真以为过了1000年，世界就不一样了？厕所阴沟照样臭，该龌龊的还是龌龊，蝼蚁还是蝼蚁。我爸就是想让我过得好一点，他做什么事？还不是徐毅逼的。我爸老老实实一辈子，他就犯了一次错，他就是坏人了。谁呀？谁家的女孩子走路不看路啊？张经理那天晚上去干什么？他哭成那个样子，肯定有古怪。说不好，他跟周洛背后有什么猫腻？周洛绝对有问题。正当防卫，没有疑点。大桥案、福利翻案都跟南亚没有直接关系。烧车的也是陈琳和刘勋，这个案子我没法查下去了。明天我就去跟队长说。你真的觉得南亚是正当防卫？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徐毅现在拖着2条人命，兰雅要离婚呢，拿胡里环的事情做威胁。其实兰雅不知道，府里面还有一个刘长水。徐毅人不着急啊，人都要逼到墙角上了，谁都要疯掉。从动机上、结果上都说得过去，还有目击证人。李帅，我以前是不是对兰雅有偏见喽？兰雅命苦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都不知道到哪去说。你以前跟我说过，同情是一回事，事情的真相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警察不负责同情。你想说什么喽？我看了所有的笔录，周洛是在当天的晚上11点40左右离开的江边，又是在12点50左右回到的江边，然后送婉婉回家，目睹了整个杀人的过程。大概的时间是1点10分，这中间还有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无法证明。李艳真的是钻牛角尖呐！谁要干什么还能保证有人陪着啊？但是周若不同，
他是唯一的目击证人。老陈，你以前问过我一个问题，我现在也想问问你，你有没有觉得徐毅的死跟胡立帆的死有某种相似之处呢？那是因为之前陈林一口咬定徐毅是答应离婚的，现在陈林这么一说，所有的逻辑都顺了吧？那周若呢？他被学校开除的事情呢？不，一个人被开除了就不能当目击证人呐？你这个人呐，我说他是谋杀，你又说是正当防卫，现在各种理由都齐全了吧？哎，你又不依不饶。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比谁都更加希望，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正当防卫。你好，你好。你似嘅有，我咪次次都一樣。唔一樣，有啲唔一樣。就係咯，所以我就覺得係愛情其實基本上都係一樣咯。不過每一次一定有啲唔一樣。愛情。有啲嘢嗰啲嘢先係特別嘛。咪呢兩個人咁後生，等於好3年。即係後生嗰時嘅即係愛情，係咪咁簡單咧？林警官，这就是我们的主教学楼，何主任的办公室在3楼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好，请问是何主任吗？啊，我是。我是宜山县刑警队的林芳路。哦，好，请进，请进，来，这边坐。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周洛退学的真实原因。他这次又怎么了？又闯什么祸了？没有，他是我们一起案件唯一的目击证人，所以我想对他了解的更加全面一些。他是并队吗？是这样，对于他这件事呢，当时我们学校的领导已经达成了一致，关于他真正的退学原因，不再向外提起，也算是给这个孩子一条退路吧。所以呢，喝茶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们肯定是会保密的，也不会影响到他升学。周乐这个孩子吧，从本质上来说呢，是一个好学生，平时成绩很突出，也没什么坏毛病。可就是吧，他做的一些事情，对学校的影响太不好了，所以我们呢，只能这么处理。
是跟他有关系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叫杨梅，是我们系理论力学的老师。不过这个人的性格呢，比较冷淡，年近40了还是单身，平时跟同事呢也不是太亲近，对班上的大多数学生呢，他也都是清淡交往，可唯独喜欢和照顾这个周璐，经常呢让周璐去参加一些研究资料的翻译工作，甚至是校外的竞赛和研讨班，他都点名让周璐去参加。就这样，一来二去呢，两个人过往甚密，这就引起大家的议论了。有人甚至说，他俩有不正当的关系。那他们有吗？哪有啊？经过学校的调查，这就是无中生有、以讹传讹的事儿。可是当时呢，谣言四起，我们也找了杨梅老师，他选择了离职。可是这个周璐呢，他不能同意学校让杨老师离职，冲动之下就闯进了系办公室。我觉得这事必须严肃。你们不能开除杨老师。周璐，谁让你来的？莽莽撞撞进来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不能开除杨老师，他做错什么了？周璐，请注意你的言辞啊！做错了什么？如果你们真没做错，行得正坐得端，人家为什么会说你们俩，不说别人呢？我解释不清楚，但是我坦坦荡荡。坦坦荡荡？你们出了事儿自己不反思，还在寻找借口。你们那些事儿，以为人家眼睛瞎呀？你血口喷人！我们做什么了？做什么了？我们已经接到举报了，你们就等着处理结果吧。Profile from a sample that's 10 to thousands times smaller. 研究人员。哎，听见了吗？病啊！为这点事儿值当吗？闹什么幺蛾子啊？老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你问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我他妈干活呢。好了吗？怎么这么辣？清凉油抹眼睛，亏你想得出来，挺大人了，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？净给我添乱！我今天过生日，
不就是喜欢你吗？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，你赶紧嫁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别在这我耽误功夫，啊！你好好的呢，咱俩还能当哥们儿处着，你就这么闹，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没有。把袋子给我留。梅国平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学院站下车。出租车。坐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。今天6时，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。到明天14时，宁江市将持续雨夹雪。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。没什么大事啊。卫队，你可来了。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。来，让一下。没什么大事，互相支持一下，时间不会很长的，好不好？互相配合一下。包所，往后退。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。哎，你好。来老，情况是这样，
今天上午5点15分，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，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，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。什么东西？去看看吧。走，来走。来让一下啊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 这是什么肉？疑似部分人体组织。据说的这一片的清洁工讲，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，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包裹得很完整，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。 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做垃圾扔掉，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东西拿了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他烧了水，打算给肉解冻，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。 二哥，2个组，3件事。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，让咱们刑警做主导。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，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。第2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，一个一个查。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，一个都别漏。明白。 卫队，又冒了，哪儿四坡路。 3队上车。同学们，因为发生重大案件，今天的课暂停一次，大家自行复习啊。好，暂停。 陈勇，去那边看看，了解情况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大姐，麻烦问一下，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？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。人命关天啊，希望你认真配合啊。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，你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不跟你领导说。什么时候清的？我前2天滑了一跤，在家里歇了1天。所以哪天清的？前天下午
刚拉走了一车。前天24号。唐，哎，连去吧。来，24号，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。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，至少还有60、70斤不知道在哪儿。二哥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？比方说23、24，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？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？很有可能。那这垃圾这个，老包，哎，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，一般是归置到哪儿？哎呦，这样，我赶紧安排人去问。赶紧。这个包明显比豆芽桥那个包要重得多。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，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。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，至少是个自行车。咱这么着，假设是豆芽桥、四坡路，往西颐和南路，往南华中路，这是分进路是吧？对。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，近的用手提，远的用交通工具。那豆芽桥这儿，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。咱们这样，往前推，时间拉长啊，5天。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，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，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，明白吗？3。情况怎么样？结合刚才豆芽桥的，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，但是具体情况呢，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。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。你现在就是说，在假定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估计大概时间紧迫。根据牙齿的情况，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。有多年轻？15到35岁之间。有点太快，你给我收点。不是，他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考虑。收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20到25的概率最大。性别？这个是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了。好，明白。谁让你来的？水库看好了？水。对。目前什么情况？今天早上，你讲。是，碎尸案，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，剩下的都没有找到。附近4个派出所，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，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。这样啊，现在这个案子呢，就由你来指挥。是。你怎么的？还想继续看水库吗？3队同志呢？3队了，来了，过来。3队的同志，1人进1个队，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。别愣着了，行动！是。咱们新队员。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，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。廖局，哎，老顾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学教授吴克，我们认识。好久不见，老吴。日子过得真快呀，10年了吧？开始吧。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。死者是谁？死者的性别、身份、案发的时间、杀人的现场在哪儿？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。再加上外面，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，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。这样吧，
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。吴教授，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，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。你怎么看？就是你。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。那我们这是碎尸，比较麻烦，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，拼接一下。另外，同时呢，全市拉网，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，逐一核实比对，找到死者身份信息，再找他的社会关系，从内往外，核心到外延，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。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啊，但是大方向跑不了。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。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，受害人不仅被分尸，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，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。那吴教授，您的意思？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，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，当然是要继续做。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，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。您是说要设卡是吗？对，不是。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结这个网，你往哪儿撒？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？听听吴教授怎么说。哎，他说的也对啊。单是设卡的话，那真是像大海捞针。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。各位领导同志们，你们想啊，如果这罪犯没跑，在家里边，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面。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，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，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，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，还有线索，是吧，吴大师？好啊，不是，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？谁不让你找了？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，是吧？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，要分个主次。我分得清主次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们找尸块这肯定是次的，问题是次的，你们能给我多少人？谁说你是次要的了？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？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、设卡的警力布置，剩下的全都给你。那可以。好啊。宋哲，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。是这样，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，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，最少需要150人。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。真的，200人设卡拦，然后人没到的时候，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，不完了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会没开完呢？不是，这个会我看明白了。我要再开下去的话，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，对吧？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，芝麻你们还捡不捡？芝麻不但要捡，一粒都不能给我少，知道吗？3队保证完成任务。干什么呢你？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。是啊，宋哲在就够了，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各居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。咱不管他那个，我们干我们的，找尸块还是第一要务，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，再不找来不及了。几位领导，我问一下啊，因为每天离开咱们宁江的人比较多，我们怎么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呢？这种程度的分尸，其实是很难办到的。因此，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，或者是有在杀牲畜的经验。他还需要独立的、可以操作的空间。找个人捎给我师傅。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。好，走。
咱们三队一个都不给多配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人多也不一定就强，是吧，二哥？你别说150、200，你2000、2万个人给宋哲，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。有的时候，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对吧？是。走吧。你们干嘛的？你好，是刑警队的，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运一下，我们要检查。检查？没接到领导通知啊。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。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脸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。真的。这我得劝你们几句。哎，您就开门来。不觉啊！你们分局刑警队到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哎，不觉，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。谁瞎传这闲话呀？啊，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。顾局，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查手咱们的案子。不会吧？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，这太不合适了呀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不是来办案的？顾局，大伙儿都要去支援卫队。对，到底要搞什么？你们？顾局，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。发动各单位、街道、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，缓解警力问题。夜巡干警很有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，重点询问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。啊，是。哎，廖局，啊，老顾，有事吗？有点事跟你说。你说说这个魏国平啊，这前段时间我刚刚向上级汇报过干部考察的事儿，这混小子今儿就给我来这么一出。你说说，让上级领导怎么看待咱们选拔干部？难道就让他们看现在年轻人敢在专案组的会议上和领导叫板？哎，是，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鼓励。哎，对了，垃圾场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廖局，任何侦破工作，除了严谨缜密的刑侦手段，运气也是缺不了的。做，就他那运气，完了啊！我走了。这里边能有尸块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前下口区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。从侦办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。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？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？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？那吴教授还让我琢磨说这个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，你说这不扯淡呢吗？人家是专家，
你就和我一样听着不就完了吗？专家也不能太偏心眼了呀！你看人家宋土兵强马壮，你再看看咱这边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咱们还就哀兵必胜，咱们以少胜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顾局，我正好要找您。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啊，现在尸块啊没找全，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们已经抛完了，咱们没有找到；第2种呢是还没有抛完。如果是第2种情况的话，他就要急于的出手，我们可以引蛇出洞。引蛇出洞啊？那你是想瓮中捉鳖了？对，小子可以呀。哼，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，大胆做就是了。不是，这是吴教授的建议。是咱们的案子，还是人家的案子？当然是咱们的。咱们的案子，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主张？有是有，但是我是觉得人家毕竟是专家呀，又是教授，听听人家的意见没什么坏处。优柔寡断、磨磨唧唧的，你自己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是不是？记住喽，越是在关键的时刻，越要自信。在这点上，魏国兵就比你强，但是他是太过了，你是太软了，2个人都不到位。我告诉你，一个案子的主办人，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，更要结合自己的调查，拓展自己的思路。关键的时候，要命的当口，果断的下判断，知道吗？是，干活。哎，瞧你这点出息。来支援了！侯兵，侯兵，除了总厂保卫处的同志，还有1分厂、2分厂、3分厂。好家伙，这家底全折腾过来了，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啊！保卫人民生命财产，怎么能少了我们呢？你这次就是不求助，顾师傅早就给我交代了，他是很心疼你的。给大家下任务吧。各位老少爷们们，现在我下面要说的话和我们一会儿要干的事儿，麻烦大家帮我们一概对外保密。啊，因为什么？近期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帮忙的是，进到这个垃圾堆里，帮我们寻找到人体组织。尸块吗？没错，就是尸块。以及找到尸块周边的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跟案件有牵连。时间紧，任务重。要是害怕的、忌讳的，或者家里边有老人、孩子不方便的，尽管提出来，可以回去，我们完全理解，啊。所以呢，就是咱们进去之前，丑话说头里，问问大家的意见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添麻烦了。操！这么多垃圾！哎，等着您表态呢。是男人放个响屁，行不行？怎么样？行。走。谢谢大家了啊！谢谢。宋总，哎，新的讯问笔录啊，去吧。您看一下。不用了。每份笔录按时间线排序，交叉比对，尽量详尽的还原具体情况。明白。你这查过的混在没查的里边，这也没地方。这么多人在这翻，都乱了套了。大哥，这什么地方？112厂早倒闭了。哦。我们现在啊，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儿了，得想办法
去问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，师傅。站长，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，是吧？都没错。师傅，你们人多，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、26号这部分清出来，好吧？彭勇，你带组人，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，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。然后是22号这一片，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的，直接贴着它，从东面开个口子，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。等这2部分都清完了，地方也腾出来了，咱们再回头清23、24号这2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光找石块，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，好吧？好了，开走了。别动！后撤。江边宁江市。没有，应该没有这个市字。宁江什么分公司？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。兄弟，你先靠边喘会气。好，没事，我还行。我叫技术科的人，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。啊，再弄点感冒药过来。好嘞。啊，怎么了？说，小红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，说有维协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。大哥，哎，我跟他去一趟，你把这趟看好了。好嘞，赶紧让技术过来。离开那个，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，明白吗？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，过了晚上10点，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。22号夜里吧，那时候雨刚停，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醉汉的事儿，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，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。踏板上还放了一个桶。那个时候我把醉汉的事处理完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，大概是3点多1点吧。他去哪儿了？哦，往那边去了。哦，奔市区了。对。当时他看见你了吗？应该是看见了。啊，你穿制服了？穿了。好，添车了。哎，感谢，辛苦，谢谢。这里边再查查去。这里头查？不是头，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，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？人刚才怎么说的？这人过去又回来，都是从他面皮过去的，人就穿制服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，怎么还可能住这儿？对了，头。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，派出所的同志全都翻遍了，结果呢，啥都没有。就像你说的，他可能对这地不熟，没找到垃圾桶，他就没抛，带着东西就走了。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？能带来带去的跑？那就算那里头有啥，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就能把东西翻上，不回队里？你现在啊，帮我一忙，做好一件事啊。这啥事儿？把嘴闭上。好。
这店可太容易藏东西了，找都不好找，一点火什么都没了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，就一直冲着那个大门外面叫的。